第236章书中的角色。感觉自身还不算疲惫，克莱恩揉了揉额角，将手一招，让杂物堆里一个金属小瓶飞了过来。这里面是他之前费了很大力气才从自身静脉里抽取出来的一小管血液，早就带到了灰雾之上，等待灵体进入格罗塞尔游记，探索书中世界的机会。拧开盖子后，克莱恩没急于把血液涂抹到书册深棕色的封皮上，而是将塔罗聚会前弄入这片神秘空间的物品全部从杂物堆里召唤了出来，散乱摆放于面前。考虑到黑皇帝外形太过引人瞩目，在不清楚书中世界具体状况的前提下，克莱恩决定不携带那张亵渎之牌，转用阿兹克铜哨加固灵体，免得被莫名力量秒杀。来不及返回灰雾之上，随着那古老精致的铜哨融入，克莱恩的灵体看似膨胀了少许，实则厚实了很多。他的眼窝处随之跳跃出2团漆黑的火焰，它们仿佛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借助冥想调整灵性，克莱恩将源于死亡的冰冷全部收敛入了体内，眼睛处的异常很快恢复。这就像恶灵展现普通人的样子，诱骗猎物接近一样。紧接着，克莱恩带上了蠕动的饥饿，并将桑中左轮、梦魇的非凡特性藏于体内。后者是他为探索书中世界生灵们的梦境以寻找异常准备的。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后，他拧开金属小瓶的盖子，倒出几滴血液，涂抹于格罗塞尔游记的封皮之上。短暂的等待后，他所见先是模糊，仿佛藏着无数透明的事物，旋即变得清晰。有蓝天，有白云，有灰褐色的城墙，有来来往往的行人。不是之前那个冰雪之地，而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正常的城市。克莱恩立在夯土路边，审视着书中世界的居民们，发现他们多数穿着亚麻衬衣、棕色短外套和深色较宽松长裤，整体风格类同于鲁文王国几百年前。低头看了眼自己具现出来的燕尾正装、硬衣领衬衫和暗红色领结，克莱恩默默将他们全部改变，一下就与周围的人没了区别。他随即走向城门，准备进入。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皮甲的守门士兵拦住了他。入城税，一个李德尔，你看我像是有钱的样子吗？我都不知道李德尔是什么。克莱恩好笑的在心里嘀咕了2句，旋即利用灵与灵之间的沟通，成功让守门士兵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后面入城的商队身上。作为一个可以附身对方进行操纵的准愿魂，对目标施加精神方面的影响属于正常操作。这种能力不算强，但对普通人来说非常管用。进了城市，克莱恩内心警惕，外表放松的漫步于街道上，觉得这里的公共卫生环境比早些年的贝克兰德还要好一点，似乎有着成熟的下水道系统，不会出现楼上倾倒粪便、尿水、垃圾等事物的情况。完全看不出来是书中的虚假世界啊！所有人都有灵体之线。克莱恩一边审视一边前行，忽然瞄到侧方有座超10米高的石质建筑，它只得2层，大门顶端到地面差不多4米。这建筑旁边立有牌子，写着不同于外界任何文字却能让克莱恩一眼看懂的几个单词：佩索特铁匠行会。还有铁匠行会，这里果然还没到蒸汽时代。克莱恩刚有感慨，就看见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里面走出了个4肢肌长的巨人。这巨人肤色灰蓝，头部长着标志性的树脂独眼，手里提着个又大又重的铁锤，嘴角上勾的走向了街道另外一侧。来往的人类对他并不恐惧，似乎已见得太多，他们甚至与那巨人打起了招呼。下午好，格罗塞尔。格罗塞尔对巨人长相比较脸盲的克莱恩瞳孔一缩，这才感觉到熟悉。他正要追赶上去，却发现那巨人拐入了另一条街道，消失在了他的眼中。克莱恩立于原地，静静注视着2条街道交汇的地方，心里隐约有了些猜测。在书中世界还有个格罗塞尔。不，游记的结尾是格罗塞尔战死在了冰霜之国，这是另外的故事了。种种疑惑纷呈，克莱恩没急着寻找格罗塞尔，转身进入了街旁的一家酒馆。这种地方往往是一个城市消息最混乱也最庞杂的所在，有助于他迅速把握住整体情况。酒馆内光线昏暗，通风状况也不是太好，空气显得有些浑浊。此时来喝酒的人还不算多，大部分都在吧台位置和彼此和酒保愉快的闲聊着。克莱恩缓步过去，目光突又凝固。他看见吧台侧方坐着位戴坚硬黑帽、穿不对称外套的男子，他长相不错，有着亚麻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眸，
高挺的鼻梁和薄薄的嘴唇，正是所罗门帝国子爵莫贝特·索罗亚斯德。看到他，克莱恩就想起了这位窃梦家快速衰老，倒在地上，艰难爬向精灵歌者夏塔斯，握住他手掌的画面。这一切清晰的就像昨天才发生，可现在莫贝特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克莱恩沉凝下来，走了过去，坐到了那个莫贝特的身旁。他没有开口，他知道莫贝特会主动交流。外乡人，第一次来佩索特，我发誓，我之前没有见过你。莫贝特放下装有蒸馏酒的杯子，侧头看着克莱恩道：“我来自冰霜之国。”克莱恩随口胡诌道。莫贝特顿时哈哈大笑：“你真会开玩笑，这里就是冰霜之国，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自从传说里的北方之王被一些冒险家不英雄杀掉，这里就再也没有冰雪。所有人都认为现在应该叫无冬之国。”克莱恩沉默了下来，没有回应。为什么这么严肃？看来你也有自己的痛苦啊。莫贝特同情的敲了下吧台木板，咕噜喝了口酒道：“我告诉你，男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将是一生痛苦的开始，你知道吗？当他出现一点情绪的波动，就会揍我一顿，高兴时揍我，害羞时揍我，生气了也揍我，反正怎么样都会揍我。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再回家。这是和夏塔斯结婚了。”克莱恩默然2秒，打量了下莫贝特的脸庞，发现上面并没有亲自肿胀的痕迹，这说明那位精灵歌者还是知道男人要面子的。他有些叹息的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莫贝特怔了一下，苦涩笑道：“我跟着商队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的美丽，歌声是那样的动听，里面似乎藏着难以描述的悲伤。呵，我当时有多爱慕她，现在就有多害怕她。我绝对不会再回去。喂，你怎么有点悲伤？不用为我难过，我已经自由了。”这时，酒馆大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一道清美的女声喊道：“莫贝特，滚出来！我数10下，你要是不回家，就永远不要回去了。10、9。”莫贝特一下弹起，奔向了门口，一边跑一边嘟囔道：“我知道你不会有耐心的，每次数完8，就直接跳到2。”克莱恩侧过身体，看见了夏塔斯的身影，却不再有过去交流的想法。真正的莫贝特，夏塔斯已经死去，这里活着的只是书中世界的2个角色。站起身，离开酒馆，克莱恩来到附近的无人巷子里，打算先确认一下这里的灵界是什么样子。他脑海内迅速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层叠的光球，思绪逐渐发空，身心变得宁静。随着灵性的一点点延伸，他四周出现了许多难以名状的虚幻身影，但高空处没有那7道蕴藏着无数知识的不同颜色的明净光华，没有7光，灵界生物的数量也不够多。这里果然是书籍本身构建出来的虚假灵界。克莱恩一步踏入，只觉眼前色彩陡然鲜明，浓郁到了极点，并界限分明的重叠在了一起。他没急于探索这个灵界，退了出来，在佩索特城里到处闲逛，与人聊天。没用多久，他找到了格罗塞尔的住处。这巨人经营着一家铁匠铺，此时正悠闲的躺在2楼的大床上补着午觉。克莱恩直接穿墙进入，来到格罗塞尔的旁边，他注视了这位巨人几秒，从灵体内拿出梦魇的非凡特性，相当艰涩的利用着他天然具备的那些能力。幽深宁静的黑暗飞快弥漫，一下就将克莱恩和格罗塞尔笼罩于内。而在灵体状态下，克莱恩直接看见了一团不规则的朦胧光球，他的灵性当即蔓延过去，触碰到了那个光球，各种零散支离的场景瞬间于他四周浮现并闪过，最终定格于一片树木巨大高耸却衰败枯萎的森林外。与森林相对的另外一侧，山峰屹立，悬崖陡峭，顶端有一片恢宏壮观的华丽宫殿，那片宫殿高大壮丽，不像是为人类准备，给人一种它来自神话的直观感受。而洒落于上的黄昏光芒宛若凝固。克莱恩见过这片宫殿，这是在神战遗迹的梦境世界里出现过的巨人王庭，但是他现在的视角与之前截然不同，他目前所处的位置在王庭后方。第237章梦境之旅。克莱恩收回目光，看向后方那片密集到几乎没有光芒可以照入的森林，大致明白了目前所处的位置。这是格罗塞尔在巨人王庭时看守的衰败森林，森林内的树木都有几十米高，粗壮到需要多个巨人才能合围，但表皮斑驳，多有腐烂之处，
枝与叶则全部干枯，垂落下来，彼此纠缠，如同浮于半空的暗淡云层。格罗塞尔和与他相似的几位巨人守在森林外缘，或提斧头，或拿大剑，专心致志地防备着不同方向。根据格罗塞尔的说法，这衰败森林里埋葬着巨人王奥尔米尔的父亲和母亲，除了这位古神能够进入，谁也不能踏足，包括他们这些守卫。巨人王奥尔米尔的父母应该就是所谓的初代巨人，最疯狂、最凶狠、最残忍的那种。大概为什么格罗塞尔会做这样的梦？克莱恩思索之中，突然察觉到了点不对。根据他刚才在佩索特城四处闲聊打听到的情况，如今的这个格罗塞尔是本地出生、本地长大的巨人，与巨人王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现在这个梦显得相当不正常。从戴丽女士和正义小姐提过的心理炼金会理论来看，也许书中世界创造角色的时候，会使用或复制原本人物的潜意识和机体潜意识，然后稍作修改，让显意识满足当前设定的需要。所以现在的格罗塞尔在梦中会受自身潜意识的影响，重现当初在巨人王庭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这本书是个残忍的作家。克莱恩想到这里，忽地心中一动，觉得这是收获巨人王庭相关情报的机会。他之前本打算直接向格罗塞尔请教这方面的问题，谁知这位巨人守护者为了履行诺言，死在了与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战斗里，灵体在离开书中世界后也飞快消散，根本不给沟通的机会。现在他终于有了另外的办法，那就是探索格罗塞尔的梦境。这里面肯定有一部分会很荒谬很夸大，但剩余的内容必然是现实的映射，只要仔细研究，不是没办法分辨。格罗塞尔从来没有进入过衰败森林，里面即使有场景，也源于他的想象，没有探索的必要。克莱恩缓慢将目光投向了王庭所在的山峰，它并不高，说明衰败森林位于山上相当靠近王庭的地方，从这里应该有道路直达那古神的居所。克莱恩没浪费时间寻找，直接走向了格罗塞尔，摆出一副我们很熟悉的样子，不慌不忙开口问道：我该怎么回王庭？他知道格罗塞尔是个诚实的巨人，梦境里肯定更加诚实。格罗塞尔抬手挠了挠后脑勺，有些迷惑的低头笑道：不是从荒芜隧道回去吗？他指了指侧前方，补充道：绕过那块巨石就能看到。谢谢。克莱恩感叹行礼道。目送他的背影远去，格罗塞尔又挠了挠自己的后脑，迷茫自语道：他是谁？为什么我会觉得熟悉？绕过山壁上凸出来的一块巨石，克莱恩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至少有30米高的巨大洞穴。洞穴外面立着个石碑，石碑上雕刻着竖直独眼、高挺鼻子和厚实嘴唇，就像一个巨人的脑袋被硬生生按进去，只显露出前面部分一样。克莱恩刚有靠近，石碑上的嘴巴就张开了。为什么提前返回王庭？兽王召唤克莱恩面不改色的说着谎，反正这个梦里所有生灵的智商都基本等于梦的主人，也就是格罗塞尔。石碑上的嘴唇张合不定，发出嗡聋的声音道：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否则不能通过。这种时候，如果戴上魔镜，阿罗德斯应该会有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克莱恩腹诽一句，平静点头道：好。石碑上的嘴唇闭了3秒后张开。如果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以及你觊觎的女人，让你评判她们之中谁最美丽，你会怎么选择？这和魔镜的问题风格完全不一样啊。克莱恩嘴巴翕动，思绪电转，用了近10秒钟才开口回答道：我的智慧不足以判定这件事情，我会指定一位更有智慧的人给出答案。这种送命题怎么可能自己回答？他在心里咬牙切齿的补充道：谁是更有智慧的人？石碑上那张巨人脸孔呆滞了几秒道。克莱恩庄重严肃的回答道：当然是我们的王。石碑一下哑住，好一阵子才开口道：好吧，就算你回答了，你可以过去了。克莱恩当即越过这奇怪的石碑，进入了前方的洞穴。洞穴的地面铺着风化很久般的大型石板，两侧和上方描绘有一幅幅壁画，讲述着巨人与巨龙、与魔狼、与异种、与恶魔、与不死鸟战斗的故事。画风粗犷，用色暗淡，却极为传神。克莱恩一边审视壁画，一边往前走着，发现了一丛又一丛枯败的杂草，以及位于石板间隙和壁画下方的诸多粗糙沙砾。而那种此地水分流逝、生命衰微的感觉越往深处越是形同实质。不知走了多久，克莱恩看见了一扇敞开的灰蓝色大门，大门两侧各站着个4-5米高的巨人，
守在这里的巨人和格罗塞尔他们不同，有穿着坚硬华丽的铁黑色盔甲，戴着造型别致的结实头盔，就像两尊巨大的雕像。他们没有阻拦克莱恩，任由他通过大门进入了里面的厅堂。这个大厅不算宽广，四周的边缘都清晰能见，整体大概能容纳50-60个巨人。克莱恩正在观察环境，脚下突然一震，然后整个大厅就似乎被无形之手拉着，飞快向上攀升。他略一摇晃就站稳了身体，只见大门处灰黑石壁飞闪而过，不断往下掠去。也就10来秒的功夫，哐当响声传出，大厅停止了上行。这个时候，门外已不再是山洞隧道，而是一根根石柱撑起的宏伟大殿。克莱恩快步离开原本的厅堂，饶有兴致地打量起四周。这就是巨人王庭版的电梯，这里好像是守卫们居住的地方。外面是比人类高的长桌，以及一张张超大型的椅子，两侧则有一个个房间，里面整齐摆放着一张张大床。克莱恩的目光扫过大殿内的各种事物，最后停顿在了一幅壁画上。这壁画的主角是一位穿银色全身盔甲的巨人，因为没有比较，克莱恩无从知道他究竟有多高。这巨人立在悬崖边缘，手中长剑斜指上方，体表绽放出明显的光芒，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着周围。不少巨人单膝跪在四周，似祈祷膜拜，似等待赐予。巨人王的长子，晨曦之神巴德海尔。克莱恩思索着望向了壁画主角的脸部，只见那里被面罩挡着，唯有眼眸处呈现出一团晨曦般的光芒，和贝克兰德地下遗迹内的战神神像一样，脸庞完全藏在了面具之后。呵，神秘女王说过，如今的战神是一位从古老年代里活下来的巨人，所以他们教会的总部黄昏巨殿才会与巨人王庭很像。会不会就是这位巨人王的长子？晨曦之神躲过了王庭的毁灭，在某个阶段拿回了属于他父亲的权柄。克莱恩大胆的猜测着，但却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他根据对应关系看向了另外一面的墙壁，那里同样有一幅壁画，主角却不再是晨曦之神巴德海尔，而是一位上身皮甲下身长裙的女性巨人。这位女性巨人侧身站立，脸庞线条柔和，竖直独眼凝望下方，深棕色长发一直披到了背心。她右手摊开，托着麦穗、果实等物品，四周是金黄的田地、清澈的湖水、长满果实的树木和鲜艳欲滴的蘑菇们。巨人王后，丰收女神欧米贝拉。克莱恩四下张望，没找到代表巨人王奥尔米尔的壁画。这是偏僻的守卫居所，所以没有古神的形象。那么从这里出去，应该就在巨人王庭内部了。克莱恩谨慎地走向门口，用之前在神战遗迹梦境世界里用过的办法，虚假的开启蠕动的饥饿，依靠活尸的力量打开了大门。然而外面并没有他想象的凝固于黄昏的宫殿，而是一片灰蒙蒙的天地，前方似乎变成了断崖，根本看不见底部。根据正义小姐之前的经历，这该就是梦境的边界，接下来只能往下进入格罗塞尔的潜意识里，最后抵达机体潜意识海洋。正义小姐于她所在区域的人类潜意识大海里发现了一条心灵巨龙。那么这由空想之龙创作的书中世界里，潜意识海洋中又存在着什么？克莱恩心念一动，前方的灰蒙里就具现出了一座往下的阶梯。这阶梯并不垂直，盘旋曲折，深入了灰蒙、幽邃、看不到底部、看不清细节的心灵世界里。第238章哲学家。安静审视了几秒，克莱恩向前迈步，踏上了那座阶梯，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往下走去。四周光芒逐渐暗淡，只有灰蒙的色彩笼罩这个安静到极点的世界。克莱恩越是下行，越是有种被关入了无光、黑暗无声房间的感觉。耳畔慢慢能听见自己血液汩汩流淌的动静和心脏有力跳跃的声音，后者越来越快，一点点沾染上难以遏制的焦虑和恐慌。克莱恩忙收敛精神，观想层叠的光球，以平稳情绪恢复状态。他的侧方，代表格罗塞尔潜意识领域的灰白色崖壁冰冷屹立，沉寂的仿佛死去，但周围的灰蒙里时不时会闪过一个光点。克莱恩凝眸望去，从其中一个光点里看到了撕开人类塞入口中的巨人和表情惊恐的格罗塞尔。那个时候后者还不到3米，明显还处于幼年期。光点闪过，浮现出洒落山峰凝固不动的黄昏，时间在这里都似乎变得迟缓。克莱恩正要寻觅格罗塞尔潜意识里更有价值的信息，
耳畔突地响起了野兽喘息般的声音，唰的一下，周围的灰蒙里探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它肤色灰蓝，布满腐烂的痕迹，带着明显的黄绿色液体，动作快速地抓向了克莱恩的脚踝。呵呵呵的声音里，下方阶梯处，同样的手掌一只接一只往上抓射，仿佛要将克莱恩的灵体强行拖入心灵世界最幽邃、最难以测夺的地方。一时之间，这些腐烂的手掌如临似海，密密麻麻，不断挣扎着往上伸展，并发出能让人毛发根根立起的恐怖喘息声，吓得克莱恩本能就往上跃起，跳了3层台阶。可是，这属于巨人尸体般的无数手掌没有停息，撑在阶梯表面，潮水一样向上蠕动，淹没着下方每一寸空间。克莱恩正要探右掌去桑中，以净化子弹配合屠杀解决这群数之不清的怪物，脑海内突然闪过了2个问题：这些手掌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于格罗塞尔的潜意识中？问题一现，灵感顿生，克莱恩隐约明白了点什么，当即放弃使用桑钟，平复呼吸，观想光球。那一只只腐烂的巨大的手掌趁机涌到了他的脚边，抓向了他的怀部和小腿。就在这时，他们无声无息消失了，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里，心灵与心灵不仅直接面对，而且彼此交融。如果没有相应的非凡能力，越是深入就越容易出现情绪的崩溃，被对方的潜意识一点点侵蚀，最终心智体遭严重污染，整个人成为无法恢复理智的精神疾病患者。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失控。这与通灵不一样，不是保持清醒和理智就能避免被污染，因为已置身于目标心智体内部。克莱恩无声自语，有所明悟。他犹豫了几秒，转过身体，沿阶梯攀登往上，不再深入格罗塞尔的心灵世界。因为他缺乏安抚自己心灵的非凡能力，强撑着下行等于自杀。等搜集到这方面的神奇物品后，再考虑继续探索的问题。克莱恩确定了想法，越走越快，最后纵身一跃，回到了格罗塞尔的梦境，回到了巨人王庭守卫居住的地方。他已感觉到疲惫，当即离开梦境，穿墙走出了格罗塞尔的铁匠铺，又一次审视起书中世界的奇异。目前已遇到格罗塞尔、莫贝特和夏塔斯，而我之前到处找人闲聊时，也听说了虔诚的教士斯诺曼和哲学家隆泽尔，但是并没有安德森·胡德，没有艾德文·纳·爱德华兹，没有达尼兹，更没有格尔曼斯·帕罗，所以是死者才会在书中拥有全新的角色，还是曾经长久待在这里，在日常生活里完整展现过自己的冒险家，才会被复制下一定的潜意识。克莱恩散步于夕阳光辉照耀的街道边缘，思考着这个对他来说相当关键的问题。如果是前面那种猜测，死者会重生，变成新的角色，那克莱恩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可若是后者，他就不得不降低探索书中世界的频率，并严格控制每次停留的时间。目前无法判断，先按照后面那种情况来应对，谨慎总是没错。克莱恩很快有了决定，就要返回灰雾之上。这时，他又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黑发蓝眼的隆泽尔坐在街边的长条木椅上，呆呆地望着仿佛被火烧过的天空，如在沉思。想到这位前鲁恩士兵的骨灰盒正在自己手上，准备着送回贝克兰德的风暴教会墓园，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走了过去，坐至隆泽尔的身边，闲聊般问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应该回到哪里？”隆泽尔没有收回目光，梦一般说道。不等克莱恩再问，他摇头低笑了一声：“我始终觉得我不属于这里，不是现在的自己，有个地方在等待我回去。他们嘲笑我总是思考这些没有用处的问题，所以给我取了个哲学家的绰号。”说着说着，他望着下落的夕阳，又一次陷入沉默，怔怔出神。克莱恩没有说话，安静地坐在那里，陪着隆泽尔看了一阵落日，然后无声无息就消失不见了。隆泽尔没有察觉身边的人已经离开，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目视远方，久久未动。补给完毕后，阿尔杰威尔逊指挥幽兰复仇者号离开了反抗军司港，没有在罗斯德群岛过多停留，他得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帕苏岛述职。此时此刻，船长室里，他正饱含期待地看着祭台之上由灵性事物和膨胀烛火构成的虚幻大门，那是献祭之门，也是接受赐予的大门。吱嘎的虚幻之声中，神秘的大门缓慢敞开，露出了里面无尽的幽深和黑暗。光芒从内迸发，旋即收敛，
等到一切平复，祭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多了2样物品，而布满各种奇异符号的大门已然不见。阿尔杰非常沉得住气，认真感谢了愚者先生，按照流程结束了仪式，才伸手拿起祭台上的那2样物品。它们一个是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张，一个是包裹着蔚蓝海水的透明水母。阿尔杰先审视了下后者，发现里面时而有风刮起漩涡，时而有银白电光闪过，时而有悠远动听的歌声往外传出，这嗓音有女性的感觉。看来这份特性的主人是一位女士。阿尔杰不由得松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不是风暴教会的哪位准高层被人杀害，风暴教会就没有女性的准高层和高层。收起海洋歌者的非凡特性，阿尔杰展开纸张，掠过主材料那一栏，快速扫了眼辅助材料，最后将目光停在了仪式部分。对他来说，已经有了非凡特性，主材料是什么完全不重要，可以稍后再看，而辅助材料都属于较为容易搜集的类型，不需要太过在意，只有仪式才是重中之重。在一只奥布尼斯的肚子内服食魔药，阿尔杰无声读着仪式的内容，脑海内迅速浮现出对应的资料。奥布尼斯是一种古老的海怪，可以直接吞掉一艘帆船，它有庞大扭曲的身体，多达3个的脑袋和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触手，是海上许多传说的主角。这种海怪绝大部分已被风暴教会驯服，有着固定的活动区域，但不知道是否具备接近人类的智慧。难怪教会要控制奥布尼斯，而非其他海怪。难怪海盗里水手途径的非凡者众多，能达到序列5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他们要么是直接获得的遗传，要么是五海之王和神秘女王的下属。那我该去哪里寻找不属于教会的奥布尼斯呢？阿尔杰眉头微皱，思考着怎么绕过风暴教会晋升。他第一反应是通过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找神秘女王贝尔纳代，从他那里探知不属于风暴教会的奥布尼斯在什么地方。第二反应则是这会有暴露自身的风险，因为对应的奥布尼斯海怪很可能是神秘女王的仆从，他会将见到的一切汇报主人。这作为最后没有办法时的选择，阿尔杰思绪电转，迅速有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向愚者先生祈祷。这位复苏的存在隐秘地掌握了海神卡维图瓦原本的权柄，可以驱使海底生物，有可能知道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的奥布尼斯能在哪里找到。不用着急，如果现在晋升，不受控制的散逸灵性根本无法隐瞒过别人的眼睛。等述完职，从帕苏岛离开，再尝试祈祷。阿尔杰平静下来，记下了海洋歌者配方，然后将纸张凑向了蜡烛顶端的火焰。看着火苗吞噬配方的速度越来越快，阿尔杰的目光愈发幽深。等到处理完剩余的痕迹，他的视线落至一张海图上，锁定了一个地点：班西。阿尔杰之前就打算在返回帕苏岛的途中，顺路去一次班西，看一看这个港口现在的状况。他已经将这个想法告知水手们，大家都没有异议，因为他们同样好奇班西港为什么突然被摧毁，好奇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第239章克莱恩的引导。未来号上，弗兰克里挽起衬衣袖子，甩了甩钢笔，脸带笑容的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戈尔曼斯帕罗，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利用蔷薇主教的血肉，成功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蘑菇，只要有鱼，它就能一直繁殖，让我们不用再担心航行太久吃不到蘑菇，而且它有和牛肉杂交，味道非常棒。它唯一的缺陷是没办法自己钓鱼捕鱼，必须有人提供帮助，不过我想这不是太大的问题，毕竟妮娜说这样它就不会污染海洋。好吧，就当她说的是对的。我给你寄了些晒干的蘑菇，只要给予水和鱼，它们立刻就能变得正常，自我繁殖。希望你能喜欢我的礼物。絮絮叨叨了一堆后，弗兰克折好信纸，装入信封，顺便塞了3朵晒干的蘑菇，然后涂抹胶水，完成密闭。做完这一切，他拿出克莱恩给的便签纸，按照上面的描述，认真准备起召唤信使的仪式。这对弗兰克而言并不复杂，没用多久，他就布置好祭台，制造了灵性之墙。最后，他郑重地将1枚鲁恩金币放到了蜡烛前方，点燃蜡烛，低念完咒文。他目不转睛地盯住火焰，看着它膨胀开来，走出了一位提着4个脑袋的无头女士。弗兰克先是吓了一跳，旋即狂热地注视起雷尼特提尼克尔那4个长相明艳、金发红眼的脑袋，喃喃低语道：你是怎么办到的？为什么能完全一致？如果种到土里，还能不能长出更多？
雷尼特·提尼克尔双手提着的4个脑袋，眼眸各自转动，望向了不同的地方，最后统一落到了弗兰克里脸上。忽然，房间内装在各种容器中的泥土全部飞出，堆在了弗兰克的身前。弗兰克随即扶起，表情愕然的在半空翻了个滚，头下脚上的就栽进了那堆泥土里。他的双腿在外面不断的挣扎，可一时半会却怎么都拔不出来。雷尼特·提尼克尔的4个脑袋这才有2个前身，分别咬住了信封和金币。等到他彻底消失不见，弗兰克里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发力点，一下离开泥土，跌坐在地板上。好厉害！弗兰克先是后怕的感叹了一句，接着将嘴边脸上的泥土抹入嘴里，仔细咀嚼了一阵，低声自语道：“有点偏酸了。”此时，船长室内完成献祭不久的新知上将加德利亚似有察觉，蕴藏身子的眼眸下意识就望向了弗兰克里所在房间的位置，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个手工粗糙的虚幻娃娃。这个娃娃没有脑袋。画面一闪而过，加德利亚的眼睛瞬间闭上，那里有一种被火灼烧般的疼痛，2行眼泪难以遏制的就流了下来。他眉头一点点皱起，不敢肯定的低语道：“古代邪物将陨星水晶、黑兽巨蜥的脊髓液分发给魔术师和正义小姐后，克莱恩回到现实世界，躺到安乐椅上，一边任由身体轻轻摇晃，一边思考着接下来要去哪里。有了格尔曼斯帕罗出没的消息和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之事，海盗们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出现在拜亚姆的公共场合了。他们要么已经上船离港，要么潜伏在藏身处，让人难以找到。也就是说，我没有待在这里的必要。反抗军的事情可以通过海神的回应和达尼兹的传递来控制。等下去海藻酒吧，弄个假身份证明，买一张黑船票，去迪西海湾的康纳特市。这不仅是那里最大的港口，还是戴维雷蒙的家乡。我之前将这位红手套从蠕动的饥饿里释放出来的时候，有答应他去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看一看，告诉他的女儿仇恨已经结束。顺便想办法将梦魇的非凡特性归还给教会。呵呵，人真是虚伪啊！一边打算将梦魇的特性还回去，一边在计划从圣塞摩尔教堂的查尼斯门后盗取封印物。摇了摇头，克莱恩闭上眼睛，用睡眠的方式恢复灵性。不知过了多久，他突有预感，自然睁开眼睛，快速开启了灵视，然后他就看见雷尼特·提尼克尔从虚空里走了出来。这位信使小姐穿着与以往类似的繁复黑裙，其中一个脑袋有咬着一封信。谁记得？达尼兹、冰山中将、弗兰克还是安德森？克莱恩接过那封信，点头致意道：“谢谢。”他对自家实力强大、来历神秘的信使小姐非常客气，并不想有一天自己掐死自己。你要立刻回信吗？雷尼特·提尼克尔提着的4个脑袋依次亲起嘴唇，吐出单词。克莱恩撕开封口，取出信纸，展开浏览了一遍，被里面的内容惊到，差点忘记回答信使小姐。而雷尼特·提尼克尔并没有急躁，安静的等待在旁边。总有一天，弗兰克里会毁灭世界，绝对要控制住他，不能给他晋升的机会。这家伙真是的，究竟有多爱杂交，多爱创造奇奇怪怪的种植物？白银城一直缺少食物。克莱恩念头电闪，有了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让弗兰克将研究方向转往适合白银城的各种食物上。这样一来，牛、鱼、蘑菇、蔷薇主教、海洋和世界就安全了。克莱恩忙抬起头，对信使小姐道：“是的，立刻回信。”他当即从安乐椅上起身，走到桌旁，翻出钢笔和纸张，飞快书写道：“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将你创造的这种蘑菇吃到肚子里后，再食用烹饪好的鱼类，喝下一杯水，它能否继续繁殖？”做完提醒，克莱恩导入了正题：“你是否能创造一种不需要阳光就能生长的小麦，或者通过食用怪物产出奶和肉的牛？”这似乎很有意思。顺着这个话题，克莱恩多写了几段，最后折好信纸，交给雷尼特·提尼克尔，非常自然的说道：“邮费由弗兰克支付，希望他还没死。”信使小姐的4个脑袋依次说完，才派了个代表咬住信纸。希望他还没死。克莱恩吓了一跳，正要询问清楚，雷尼特·提尼克尔已进入灵界，消失无踪。考虑了2秒，克莱恩写下占卜语句，用黄水晶吊坠确定弗兰克里还活着。他无声松了口气，收拾好干蘑菇，
揉了揉额角，躺回了安乐椅上。晚餐之后，海藻酒吧，克莱恩顶着张普普通通的脸孔，又一次来到了这里。与之前不同，酒吧内的顾客以肤色较黑、头发微卷的混血儿和本地土著为主，他们或属于拜亚姆某个黑帮，或秘密为反抗军效劳，或两者皆备，并没有太多普通人。而以往常见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海盗全部消失，只有少量冒险家打扮的家伙喝着烈酒，讨论着海上各种传闻。克莱恩扫了一眼，找到了达尼兹提过的德尼尔，这位干瘦的本地人能提供假的身份证明和黑船票。他并不顾忌什么，靠拢过去道：一张明天去康纳特的2等舱票，一份身份证明。德尼尔抬头看了他一眼，想了想道：一共20磅去康纳特，单独的2等舱票也就8、9磅的样子。不过黑船票本身就要贵不少，再加上会提供伪造的身份证明，20磅也不算太离谱。克莱恩默算了下道：什么时候能拿？3刻钟后给你。德尼尔非常熟练的回答：你可以先付5磅。拿到船票和身份证明后，付剩下的好。克莱恩不再啰嗦，拿出皮夹，抽了5张1磅的现金。他并不担心会被谁盯上钱包，这也许意味着他能省掉20磅的开支，说不定还有剩余。德尼尔刚辨认完钞票真伪，正要交代手下去办事，忽然发现酒吧一下变得极端安静。克莱恩也有察觉，下意识就望向了门口，那里有2个人，一位穿燕尾正装，披黑色风衣，棕发整齐厚梳，眼睛不大，却明亮有神，嘴边留了一圈浅浅的胡须，既给人绅士感，又带着点散漫的味道。另一位套着如今在公共场合已相当少见的戴兜帽长袍，脸庞缩在阴影里，让人看不清长相。那散漫的绅士扫了一圈，对众人的反应似乎非常满意，一边在指缝里翻转着银色的钱币，一边走向了德尼尔。套兜帽长袍的人跟在他的身后，时不时从衣兜里拿出点东西塞入嘴里，咬得咔嚓作响。银币翻动停止，散漫的绅士来到了德尼尔的身前，呵呵笑道：给我准备10张明天去普利兹港的船票，他们要分别属于3艘不同的船。是，奥德尔先生。德尼尔惶恐站起，回应对方。克莱恩一时没想起这位在指尖翻动银币的散漫绅士是谁，因为对方似乎没有赏金。等到听见奥德尔这个名字，他才隐约觉得耳熟。就在他回想之际，他看见那位戴兜帽的人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咖啡色的糖果，丢进口中，咬的声音外传。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奥德尔2人没做停留，在安静的气氛里走向了楼梯口，前往酒吧2楼。德尼尔吐了口气，侧头看见克莱恩疑惑思索的神情，随口说道：奥德尔，为黎明号主人服务的冒险家奥德尔。我想起来了，银币毒蛇奥德尔。他一直宣称自己在为神秘女王效力，但没人能够证实，回头可以问问隐者女士。我上次听说他是在达米尔港，他好像和血之上将的情报官老奎因混在了一起，不过后者已经被倒吊人先生干掉。克莱恩一下记起了不少事情，斟酌着问道：另外一位呢？谁知道呢？德尼尔转头吩咐起手下，让他们去准备身份证明文件和相应的船票。第240章不平静的夜晚。因为银币毒蛇奥德尔不是海盗，关于他的各种流言真真假假，很难说得清楚。克莱恩收回望向楼梯口的目光，走向吧台，找了个位置坐下，轻敲桌面道：一杯扎尔哈，这是本地产的麦芽啤酒，比需要从北大陆运过来的南威尔啤酒便宜不少。3便士酒保也从安静的状态里恢复，拿起了一个倒扣着的杯子。酒吧内众人也开始窃窃私语，在一盏盏煤气壁灯的照耀下，议论着银币毒蛇奥德尔买10张船票的原因。他肯定是在被人追踪，3艘船10张票，就是让追踪者摸不清楚他们究竟会上哪一艘。一位撩起袖子必有纹身的黑帮成员根据自己2次潜逃的经历发表着意见。喝着列朗奇的一个冒险家嗤笑道：你并不了解奥德尔，他的计划如果真这么简单，那他就不会有银币毒蛇这个绰号了。我敢打赌，他们不会上那10张票代表的任何一艘客轮。唯一能确认是，他们要去普利兹港。另一个冒险家闻言摇头道：也许去普利兹港这个信息也是假的。先前的黑帮成员听得一愣一愣，不服输的说道：按照你们的描述，奥德尔很可能已经想到了你们想到的这些，所以他就是想去普利兹港，就是要上那3艘船之一。2名冒险家张口欲要反驳，可仔细想了想，竟觉得真有不小的可能，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让那位黑帮成员非常高兴，一口喝掉了剩余的烈酒。克莱恩则端着杯扎尔哈，边无聊旁听边小口喝酒，等待着自己需要的假身份证明和传票回来，还要3刻钟，希望不要有什么意外，不要让酒吧一片混乱。他默默祈祷，在心里画了个绯红之月。浅黄色的啤酒以缓慢的速度降低着，克莱恩时而望向墙上的壁钟，时而看一眼门口，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半个多小时过去，酒吧大门突然哐当一声被打开，外面的夜风灌了进来。不会吧？克莱恩嘴角微抽，忍住苦笑的冲动，侧身转头望向了声音发出的地方。门口出现了5个人，为首者黑发棕瞳，脸孔深刻，线条刚毅，很有鲁恩特色，年纪大概在40出头的样子。他表情冷峻，威严自生，让酒吧众人不自觉又安静了下来。而他身后3男1女都披着风衣，毫不掩饰的拿着左轮，似乎只要有一点异常，就会瞬间瞄准射击。不认识啊，不在任何通缉令上，没有任何赏金。克莱恩咕哝了一句，保持着观众的姿态。那5位闯入者忽然散开，分别来到不同的酒客前，略微弯腰看着他们，相继问道：银币毒蛇奥德尔在哪里？酒客们正犹豫要不要回答，就看见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白象牙或黑檀木做成的握柄在灯光下展现异样的美感。他们去2楼了。被问到的酒客几乎同时指向了楼梯口。真的有人在追踪奥德尔啊？这是想对付神秘女王，还是银币毒蛇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因他旁边那个戴兜帽吃糖果的神秘人而起？克莱恩又喝了口啤酒，看着闯入者里分出4个前往2楼，剩余1位则留在原地继续询问。很快后者就掌握了奥德尔找德尼尔买票的情况，当即走到干瘦偏黑的黑市商人旁，沉声问道：老实告诉我，奥德尔买了去哪里的票？德尼尔没有仗着自己人脉广逞强，挤出笑容道：他没明确说，要求是10张，分别属于3艘不同的船，时间是明天，目的地是普利兹港。真的？询问者是个20多岁风格激进的男子。德尼尔小声回应道：你可以问这里每一个人，他们都听到了。狗屎！那男子恼怒的推了把德尼尔，然后转身走向了别的酒客。德尼尔站立不稳，踉跄后退，眼见就要倒下，后脑撞在一张小圆桌边缘，却感觉肩膀位置多了股力量，身体顿时就恢复了平衡。他下意识侧头望去，看见是刚才办假身份证明买黑船票的那位客人。谢谢，这群该死的军方猎狗。德尼尔先道了声谢，旋即小声咬牙道。扶住他的正是克莱恩，他并不希望票贩子出什么意外，毕竟他已经提前支付了5磅现金。当然，顺手救助无辜被波及的人也是他的习惯。军方猎狗，在拜亚姆，这种形容往往代表目标是军情久处的人。银币毒蛇奥德尔这是做了什么？克莱恩无声自语，排除了有人针对神秘女王的可能，因为对鲁恩军方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他思绪转动间，前往2楼的军情9处成员们急匆匆下楼，一边直奔门口，一边对同伴道：早就跳窗跑了。这群人来的匆忙，去的也匆忙，酒吧内很快就恢复了喧闹，只有还在轻微摇晃的大门说明着刚才的不平静。克莱恩终于等到了假的身份证明和黑船票，不用再担心被意外打断。支付了剩余的15磅现金后，他离开海藻酒吧，返回了租住的普通旅馆。约翰·约尔德，这名字也太省事了吧！回贝克兰德前，还得弄一份更真实的身份证明。克莱恩翻看了下一系列的身份证明文件，将它们丢进了行李箱内。他泡了个澡，放松下来，准备着明天离开拜亚姆，开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段海上航行。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谁啊？克莱恩忙脱掉浴袍，穿上衣服和裤子，走到了门边。外面是几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一个看起来是鲁恩人，剩余不是混血儿，就是纯正的土著。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疑惑问道。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明，一位混血儿客气的说道，因为对面的先生似乎也是鲁恩人。幸亏我刚办了一份，要不然今晚得去警察局过了，或者当场跑路，变个样子，重新来过。克莱恩边嘀咕边返回房间，取出了身份证明。为首的鲁恩人警官随意翻了翻道：约尔德先生，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是的，旅馆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克莱恩坦然回答道。那位鲁恩人警官露出些许笑容道：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边说边让旁边的警员打开了一张肖像画，上面是位身体异常瘦削、头发全白而杂乱的老者，除了这些，没有太明显的特征。没有，克莱恩摇了摇头。他很喜欢吃糖果，鲁恩人警官补充道。糖果？克莱恩忽然想起了银臂毒蛇奥德尔身边那个戴兜帽的神秘人。他一直在间隔很短的吃咖啡色糖果。斟酌了下，克莱恩没有隐瞒的说道。也许见过，我之前在海藻酒吧的时候，见过一个爱吃糖果的人跟在银臂毒蛇奥德尔身旁。那位鲁恩人警官没有掩饰失望的表情，简单道了一声谢，结束了询问。等到他们敲响别的房间，克莱恩才合拢木门，回到安乐椅旁。奥德尔的事情不仅引出了军情9处的人，还让总督府安排人手，展开全城大排查。不简单啊！他低语两句，决定去灰雾之上，浏览海神权杖周围的祈祷光点，从拜亚姆众多信徒的祷告里寻找更多的信息，免得自己因为错误的应对，莫名其妙就被卷入大的漩涡。进入盥洗室，来到灰雾之上，克莱恩招手让环绕数不清光点的白骨权杖从杂物堆里飞了出来。一个个光点浏览过去，他只能确认刚才的盘问不是小范围的事情，目标正是奥德尔和那个神秘人，但无法知道更多。想了想，他将视线投向了一个被神性特别标记过的光点，那属于一位叫布拉亚的混血警察。他自称为了海神，忍辱负重，改信风暴之主，职位在警察局里爬得更高。他现在已经是警司。然后克莱恩将海神的意志投进了对应的光点里。正在警察局安排下属做事的布拉亚忽然就出了一身的冷汗，忙找了个借口进入盥洗室，低声祷告道：大海与灵界的眷者，伟大的卡维图瓦，您的信徒向您汇报，今晚寻找的重点人物是一个很瘦的老者，他头发已全部变白，但还算茂密，只是非常杂乱。他很怕冷，在拜亚姆也会穿很厚的衣物。他喜爱吃糖，就像自身是蒸汽机，糖果是优质煤炭一样。上面的意思是找到他，但不伤害他。克莱恩不再理睬布拉亚，将思绪拉回，手指轻敲长桌边缘道：比起画像，这样的描述给了我点熟悉感，似乎曾经在哪里听说过。对占卜家来说，有熟悉感就意味着有线索。于是克莱恩书写占卜语句，开始询问自己的灵性。他边默念语句，边靠住椅背，以冥想为踏板，进入了沉眠。灰暗的梦境世界里，克莱恩发现自己回到了贝克兰德，回到了之前租住的明斯克街15号。他的面前是眼睛鲜红的伊恩。这位大男孩抬起脑袋道：图兰尼·冯·赫尔莫修因，罗塞尔大帝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机械学家，第2代差分机之父。豁然之间，克莱恩醒了过来，明白了军情9处找的是谁。他们找的是仅一份第3代差分机手稿，就让鲁恩军方、英蒂斯间谍组织激烈争夺，死人不少的大科学家。他们找的是神秘失踪多年的科学怪人，难怪血之上将情报官老奎因会有先进程度超过贝克兰德的改良型无线电台。克莱恩一下恍然，